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是大年初二，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心想事成，升官发财，考试的金榜题名，做生意的财通四海。那这个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过好我们这次甲辰年。好，来，大家好，今天老师也在想，今天会不会大家没有发现到今天要直播，然后我就顺利的翘掉今天的呢？不会哈，跟老师很久的朋友都知道哈，老师大概是没什么大事的，大概是全年无休的因为这是一个工作习惯，你知道吗？工作习惯，其他的主播也没几个停对不对？做这一行的，我们就认命，该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好吗？好，来，大家新年快乐哈！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的直播。那可能大家也在，今天是归宁日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今天也是一个归宁日但是金老师不在我身边，那我今天也不用陪他去归宁，可能过几天要了，但是不是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他去他的娘家去处理事情，那 OK，by the way，那就处理吧，好不好？那大家晚安哈。那我们在这个初二我们在新年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知道台湾会有所谓的南鲲生南鲲生还有我们的一些各大庙友抽一个国运签。那过去我们是保持的是说不要去解这个东西给大家各自想象。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因为我老是觉得反正别人在讲吧这个无伤大雅的事情因为诸神的意生意那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探讨看看。那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奇门择日再过2天就是我们初五了嘛，对不对？大年初五迎财神。那大家对迎财神这个方向性很多朋友都有一些疑问。那老师在这个部分老师私下来问的，老师只能够回你去试看看就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奇门择日它很挑人，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福分来去用这个日课。那如果你是私人来问，就变成是你私人要定使用，就不符合老师公众所讲的。所以说你谁来问这可不可以，那可不可以，那老师也只能回你，不然你试看看。因为我讲的对公众讲的，我不是针对你讲的。那谁听到谁要去用，那就是你的福报，因为你刚好听到了嘛。不然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行业还是有行业的规定所以说你一般来问不是老师小气，或者老师拿翘，或者故意不理你不是这个已经之前讲过了这个东西是跟大家结个善缘。那一般来讲，这个日课是要看人看事才能去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行业是很有规范的。当然，或许其他老师对奇门择日这个东西他随便来你付钱就可以去做，他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一派的是比较去慎重的去给这个日课，因为有些人可以用，有些人呢你没有这个德不配位你用这个事情就不好。所以说有些人问老师这可不可以去讨债什么的，不能回你，回你我就坏了门规了，好不好？就坏了我们这行的规定了。所以说呢，初五这个东西老师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几分钟就好。初五我们再去做出发的时候第一个你不要挑太远。一般老师跟你讲，可能3到5公里都 OK， 但是如果你超过5公里可不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超个30-50公里，好吗？有些朋友他觉得说他住很远，他说30-50公里他才有财神庙，那不是那个太远了一点，因为你本身的你要去想一件事情你本身的太极圈你能够营造的它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太极圈呢，其实你在真正的是符合师级的真正的师级也不是看书学的，你是真的是有拜师，你就知道人的太极圈或者是你的那个阴宅或阳宅，或者是人的太极圈它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公开节目有讲到什么庙前庙后多寡妇，为什么是庙前庙后多寡妇呢？为什么不是斜方呢？为什么不是左右呢？那它就是它的一个原因在，因为它的太极圈影响的南北极是有一些关联性的。所以是说你是说你的圈是有一定的大小，影响度是有限。那么我们在移动的时候我们把这个能量往外去牵移，去触发这个方位的力量来给你呼应的时候你自己的太极圈就能量就这么大，对不对？你又不是无限膨胀了，是不是？所以你就这么大的太极圈，你拉太远，你远到30-50公里，甚至有了上百公里的，那老师不能回你。你拉上百公里，你的气没有办法撑那么长，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太极圈的气你太短，那等于说还在范围之内，那个效果不好。如果太长，你的气拉不到那么远，或者你原来的地方你待的不够久，这都会导致是说它的效果就可能在半路就中断了。那中断会不会有效？有效，但是就是你没有在最后终点停留，但是过程还是有效，这个效益没有这么的强大。那太短的话，离你太近就像那个磁铁离太近就直接就可能你磁极就产生了一些变化。所以说呢，你为什么这次会讲距离，原因就在这里
好吗？所以说你说在10公里以内，好吧，我们大概约略去讲，因为每个人的气场强度不一样，体弱的他的太极圈就小，体旺的他太极圈就比较大。那这个状况之下，老师抓一个中间值，都是跟你讲啊，我们大概是几公里以内，这个是最好的，超出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超出10公里，好吗？10公里真的太远了，10000米，对不对？那个三这算几丈了？3000丈了，3000丈之远，对不对？你可以开玩笑，那个就有一点太远了，好吧？那有一点太远的办法了。所以说尽量是不要去，不要说把它拉太远。那有人还是会问哈，这其实老师在直播都有讲，但是很多人还是想去问，他可能是没看直播，然后又想答答案，他当然老师就变成 Siri 了，对不对？但是没关系啊，但是有些事情啊，奇门这些事情就不能直接回你。但是老师这边还是跟你讲哈，如果你要朝着那个方向啊，不知道哪个方向的哈，我现在不跟你讲，你回去看回放。你朝那个方向啊，那边没有财神庙一样哈，你怀抱你的愿望啊，心里有个愿望，并且照着那个视频里面所讲的模式啊，你往这边去走这个一段的距离，然后在终点那边停下就可以了。有财神庙，那当然是我们的力量会比较强，没有也没有关系，它还是有用，因为它会随着你散发的愿力，它会让你增加你的吉庆，甚至它可能不是照你的方法去做，但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给你吉利的。奇门的力量，只要是你就告诉你怎么去用的，用的结果它一定是好的。如果你认为它结果不符合你的，但你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你所有人生选择线路里面最好的结果之一。这个很有信心的告诉你，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看那个漫威的奇异博士一样，好，但有些事情啊，就是你到最后的结果过程你可能觉得都不好，但是最后的结果它是一个对你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说奇门你只要去用，照着老师里面所讲的去用，你不要回头跟我说行或不行，因为我只能对公众讲，我不能对你讲，对你讲那就是你要去支付这个代价，这是没有不对称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奇门的事情啊，反正过3天我就结束了，对不对？奇门的事情啊，各位记得啊，一定要看那个视频，还有老师上一个礼拜的跟你讲的一个内容，你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愿力，按照这个模式去做，那你得到的都是好的，哪怕你那边没有财神庙也没有关系，有是最好，没有也没有关系。哦，各位要去记得，老师会不会用这个日课？老师会用，但是我那个方向也没有财神庙啊，我会不会用？我会，叫我起得了床的话，我就会去用。因为出事我们要补办法会哈，就是金老师为各位去补办的这个点灯法会还没点到的哈，金老师之前给你们做报名的，那这边我就不去赘述了，只说礼拜5要是我会去用，因为那个日课很好。我自己挑出来的，我会不会去用？我当然会去用，开玩笑，我凭什么不去用？对不对？我会去用。那每个人大家也可以去用，好吗？这个就是我们这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哦，奇门的日课就是这个样子，好吗？那你说你过去的庙，它不是财神庙，其他的庙可不可以？可以的哦，只要不是阴庙哦，阴庙是什么呢？阴庙是比较偏阴庙就是不是拜正神的了，好吧？啊，不是拜正神就称为阴庙，但是就不用管那么多了，反正你什么庙都可以。但是财神庙我们现在接财神嘛，当然财神庙当然是比较好的事情，好吧？这个言尽于此，好不好？就是你那个方向走过去，有到财神庙是最好的。没有，那你可以调整一下位置，对不对？然后那边待2个小时再出发，那也是有效果。但如果完全没有，可是你也只有那个时间起得了床，你也只有这个方向可以走，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庙宇，没有关系，你就朝那个地方走，给自己设定老师跟你讲的距离的地点，好，那就在那边停。停15分钟，那这个日课就结束了。你只要一停下来，就定点坐下来，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只要你人不离开就可以，好吗？人不离开就可以，你的那个时间一定要1刻钟，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好吗？不一定要财神庙，有财神庙是最好，不是财神庙也可以，好吧？都是吉利的嘛，好不好？那个都可以哈，什么庙都可以哈，我不这个只能就这么讲，好吗？那妈祖像什么都可以，好吗？这什么庙什么哪一个，就是教堂也可以，好吧？教堂也可以啊，你只要是正神，这教堂都可以。你哪怕是怎么这个什么那个我们以前那个在老师前住马来西亚都说那个那个什么寺啊，伊斯兰教那个什么寺啊，反正我就说他大葱头，我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啊。老师在马来西亚住的时候就看那个大葱头哪怕是你什么庙都可以啊，只要是正面的地方都可以，好吗？无论是什么神社啦，无论是什么教堂啊，或者是什么布达拉宫啊，什么都行啊，那个没有去挑，但是有财神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就是要求财嘛。懂意思了没？懂的就懂，不懂的我也没办法，你一直跟我纠结，我也没有办法，好不好？
就是你只要是正向都可以。那有财神庙是最好的，或是在那个国家在那个文化是专司于财神的啊。那比如藏族它有那个嘛，也有黑财神嘛，对不对？那也可以，那个印度教也有他的财神嘛，是不是？都有，你要怎么做都可以。那如果你说我不信你们佛道教，对不对？我只信唯一的真神安拉或是耶和华，没关系，你去教堂也可以，好吧？你只要怀抱你的愿望往那个地方走过去，神明看到你带来这个强大的能量，他就会让你的愿力会容易往这个最好的结果去迈进，都可以，好吧？清真寺对，没错，好，都可以，好吧？老师每次直播一急，那个脑袋转不过来，是。好不好？记得哈，这个都可以啊，我们都可以去这么做，只要是你认为正向都可以。如果你不是正向的，不是正向的，就说你没办法，你财神庙不在那个地方，你自己调位置嘛。我那个视频已经讲清楚了，好吧？视频已经跟你讲了，你就自己调个位置，然后时间满足了这个先决条件，然后再出发。那至于是说我已经跟你讲几点到几点了，你跟我讲，那这个最早的提早15分钟可不可以？提早半个小时可不可以？我老伟，我只能说。真的是哦，有些人就是蛮有趣、蛮有创意的哦。就是火车如果是11点发车，你告诉我10点到，我10点可不可以发车？我10点半到，我10点半可不可以发车？不是，如果火车他跟你讲是11点发车，那么他就是11点发车，他不会因为你说啊，他就你提早到，他提早发车，你去赶飞机，对不对？他也不会因为你去延误他的班机嘛，对不对？所以说什么时间去做什么事情，老师跟你讲那个时间，好，你只要在范围之内都可以，但是我给你是建议最好的。但是你说在最早跟最晚时间段，你再提早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去试看看嘛，好不好？你就去试看看嘛，这个我还能说什么呢？试看看嘛，好，try your best，好吗？都可以，好吧？就是言尽于此，好不好？反正这个在几天之内我们没有直播哦，有去做的就有去做，没去做的忘了没关系哦。刚相信你后面还是好运连连嘛，对不对？只是给你额外增加的好运。睡过头了不要说老师会再给我一个，那天不好意思有事情怎么样没有哦，我们今年就这一次，没有了，好不好？哦，早上没有，晚上还有嘛，晚上就可以给你。说你整天都没空，那没关系，代表你日后也是好运连连的，好吗？OK，就这样子打住，好不好？我不讲那么多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台湾呢，我们有很多国运签啊。首先我们讲南昆生南昆生呢，他抽出来的国运签我们不介绍它的由来了哈，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好不好？我们今天不介绍庙宇。南昆生他抽出来丙午诗签它的挂头是什么呢？叫做潘必正进士吉利，进士吉利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你知道吗？代表你可以更上一层楼。它的内文是什么呢？内文就是不须作福不须求，用尽心机总未休。阳世不知阴间事，官法如如不自由。这个老师不敢说是上中下签我们就说它这个内容就是什么呢？意思其实它第一段的意思不须作福不须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强求你多要的东西。我们照着我们本意去进行就可以了。我们本身该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国运签呢，它是一个环境签它不是说针对了政治或是针对任何人，它是一个环境签，它是一个大环境的意思。所以有些人把它说这个是跟政治有影射的没有它这个是一个环境，就是神明会跟你讲大环境，他的个人的各神的看法。神明他是有个性的不要说神，只要是神他就大公无私，他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他完全就是没有其他想法，没有你这个其实我们必须说，神跟仙他们都还是有什么自己的个性存在。那你这个这个什么四圣道跟那个什么，他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他每个道他们的修为是不一样的，神明还是有自己神明的个性在，有的是很急，有的是很一般很闲散，有些就是怎么样呢？很慈悲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观音菩萨万万千种形象，万万千种个性这个以后有机会跟各位去谈。所以他说的不须作福不须求用尽心机总未休，意思就是你去穷求一些多余的是没有用的，你想尽任何办法想去争取，或者是想要去切割，或是想做任何事情你一直没办法让自己静下来，但是呢，你绕来绕去其实都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阳世不知阴间事，意思就是说呢，你在前面努力的，你并不知道你想争取它背后到底有怎么样的结果你想得到的，你也不知道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说你做事情你不要太一厢情愿，你越是一厢情愿然后基本上你得到的就是越耗费的越多，但是你得到基本上是不会更多的。所以官法如如不自由，因为这个世界上运行它必然会有它的一个轨道。
所以说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你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就是不是你的。所以光法如如不自由，意思就是一切按规定走，我们按照这个进度去走，不是说你想怎么样你就可以怎么样。所以说，首先这个国运签我们不讲它是什么吉凶，好吧？吉凶是个人去看的，意思就是说做好本分这个蓝坤生老师给他解的意思就是你要做好本分。那至于他是不是如那些妙方所讲6月以后会变好，这个我们不谈论，好吧？这个我们不去解别人解过的事情，老师只跟各位讲蓝坤生他那边所给出来的签老师在这个方面，老师个人是这么样的解。所以说不虚作福不虚求，用尽心机总未休，阳事不知阴间事，官法如如不自由。老师就是解的就是做好自己一步一脚印，做扎实，不要投机取巧，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在我们的台北这个大龙洞保安宫，大龙保安宫它主奉的就是保生大帝就是我们的药王药神，好不好？它的国运税君抽到第57首的中的一个签，它里面讲的是万里求现义胜前，青山重叠水连天，中旬引到桃源洞，不觉回来做碧莲。碧莲天它等于是说它是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去。等于是说你一直想去一样，其实跟刚刚蓝坤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今天想求仙，我想要去得到我所想要的事情，我想要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费了千山万水然后呢，已经到达了什么海角天涯了我们去为这件事去执着。那最后我寻到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桃源洞。桃源洞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世外桃源，是一个你没有想象过，其实事情可以做的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所以它中旬引到桃源洞。中间注意到第三、第4个字就是引道，他求仙之后他引道，我明明是要去求仙的，我要去更上一层楼的，但为什么我第3句的第3跟第4个字就是引道，就是呢就是引起来，然后隐居起来。隐居在哪里？桃源洞里面。所以说我回来做碧莲，我不如在我自己的位置上得到我自己该有的那份天空，那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大龙洞保安宫他这个给的这个国运签其实跟那个南坤生的他们2位的圣意是如出一辙的。就是说呢，做好自己，你不要去追求一些盲目你所要多的，或是投机取巧，或做任何事你觉得是说你要一座登天的事情。今年你就是好好的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做好你自己该做的做好本分，把自己该做的什么做什么做好其他的不要投机，不要取巧一切就是以稳定为主，好吗？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新北市的永联寺永联寺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寺院那这里老师可以说如果你是有一些在老师可能没有办法帮你办个人法会的时候那老师有时候会去建议各位可以到永联寺去，泸州永联寺那边可以去那边的高僧可以为各位办理一些超度或者回向的因为老师的法会是固定的，有些朋友就临时来，我没办法帮你处理，因为我不办个人法会这是维持老师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啦。但是老师会跟你讲去永联寺，这个很多朋友都听过老师讲去永联寺可以去做一个水忏或者是一个超度这个那边的高僧这个是很殊胜的他们不认识我只是我们师兄弟之间我们会知道这个情报，好吗？泸州永联寺它里面就有说过，梦中说梦获多财，身外浮名总莫猜，永远山摇难庆定，贵人一指笑颜开。那这个是他们的所做出来的国运签当然，其实刚才讲到这些寺庙无论是南坤生或者是保安宫他每年都有士农工商签，他这个老师就不讲，老师只讲国运签总签。那它里面说梦中说梦获多财，身外浮名总莫猜。你要求这些事情你想说我这个机会很好，我追求什么事情，对不对？那我按照我的计划，我可以赚多少钱？梦中说梦获多财，你的理想很远大，这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就有点骨感。那为什么？因为身外浮名总莫猜，这些事情在你本分以外的东西你不要再去做一些过多的联想，或者是过多的一些怎么讲猜测，或者你要去做过多的一些布局为什么呢？第3句很重要，永远山摇难信定，代表说这个大环境上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会一个什么山摇水倒的一个状况，所以是说永远山摇难信定，你现在所认为的，可能下个月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比如说，老师举个例来讲，我们在2020以前、2015、2018年以前的中国，你1年不去，你同样一个城市，它可能就翻个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2008年到2018年。你去中国的3线城市以上，1、2、3线城市，你一年不去它整个翻个样过来，这是不是有在中国朋友有这个经验吧？所以是说就是怎么叫
就叫做什么？永远山摇难信定，就是说你以为一辈子都会变这个样子的事情，但按照逻辑、按照学理、按照这些老师教的，还有经验法则，还有我们过去一些理论啊，它一定是这样发展的。但是呢，永远山摇难定性，就是你不要是说过去这样，未来一定是这样。你把时间拉长，你就会知道，你的过去只是在过去几十年，但是上百年以上，它又是另外一种玩法。所以说到最后一句是什么呢？贵人一指笑颜开，它意思就是说，你就这样了。贵人一指就是说，不要去争啊，不要去夺啊，不要去抢，做好你自己啊。你什么事情少做，多做不如少做啊。那做好你自己，比你多去做一些扩张还来得重要啊。这是后面最后一个字的意思，好吗？所以说啊，这个所有的，包含老师今天选了三个圣庙啊，比如南鲲生、保安宫跟有莲寺啊，这三所殊胜的庙，他们所做的国运签，老师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哈。其实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很简单，就是做好本分，哎，存好现金啊，不要去强求什么事情。有些事情啊，你总没有这么多再多的遐想，你都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说，把你自己能做的事情先做好、做足、做稳。这才是对每一个人最好的一个做法，好吗？然后这样可以了解老师意思了哈。好，来，大家新年快乐哈！神色可以吗？没有财神都可以哈，都可以，好不好？清真寺对，没错，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感谢正好，感谢正好的赞助，谢谢，还有感谢林冠赞助，谢谢啊，大家都是好朋友，感谢各位张老师红包，非常感谢哦。这个比较少哈，但是170几个人在线上，好歹你来一个100个人点赞吧，53个人点赞，对不对？连郭正亮都要掉眼泪了。好，大家新年快乐哈！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好来啊，感谢大家赞助哈，也至少给大家点个赞嘛。那我们接下来进到我们的大灾问哈，大灾问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喝个茶，老子喝个茶。初二哈，这是一个令人很多想法的日子，说真的，是一个媳妇开心，姑爷害怕，对不对？然后娘家战斗的日子。蛮有趣的，好不好？好，接下来哈，我们讲我们的大灾问哈。讲完了这些，我们要讲大灾问。那第一个问题我们要谈到的，就是说美国的变化。我们的标题啊是川普是美国的救星还是灾星？这其实啊，在这个1年之内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会选出来哦，就在今年年底吧，对不对？那个美国就要开始进行了下一次的美国大选。看回顾下过去的3年啊，美国有什么样的成长嘛？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在民主国家里面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选出来我们喜欢的人当总统，然后他率领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他们的政务官员，让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是身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最旺盛的国家，哎，他那应该是世界的灯塔，民主的先锋。哦，有人口中的天堂国，对不对？那这样的国家，过去3年里面，他有没有让百姓越过越好呢？哦，这个东西当然就是看各位在美国的同胞哦，你们的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来讲啊，未来1年世界的头号风险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啊是在美国他们自己的舆论里面所在谈论的这些事情是什么？未来1年世界头号风险啊是美国跟他自己的战争，而不是别人去挑战美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跟自己的战争，也包含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德州的问题，还有可以说他们的2党之间战斗的问题。但德州这个问题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说德州的独立对于2党都没有好处，对共和党也没有好处，因为德州它有选举人票，他如果跑去独立的，那请问一下，那共和党他要当总统，他是不是就已经先少了他自己有利益的那个选举人票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当然不是合适的啊，那不符合2党的利益的东西，它最终不会成功。但是它对于凝结到支持共和党的效果会有，所以美国会有内战跟独立这件事情啊，很困难啊，很困难，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事实上，懂得美国的宪法呢，哈，就意思就是你不但你州内议员同意，而且你还有其他州都要同意，然后30几个州要同意，你才能够去独立。当然，德州它是有特别的，它加入美利坚共和国的时候，它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特别条款，就是他觉得可以独立的时候，他就独立。但是这个是不是德州所有百姓的愿望，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因为我们还是讲一句话，德州它有机枪，它有百姓都普遍拥枪，但是它没有陆军、海军跟空军。陆海空你是没有的，你拿来做什么国防力量？你没有真正的国防力量。百姓有枪的叫民兵，民兵跟正规军那个是
不可以同日而语的。比如说以色列去打那个什么巴勒斯坦，对不对？打那个哈马斯，哈马斯就是民兵，以色列是正规军，正规军打民兵就把你打得胡说八道。但是德州就是民兵，嘿，那你说跟他打内战的时候，你美国正规军进去，那你民兵就被打得胡说八道，他总不能骑着马，还是用骑着马去跟人家打仗嘛，对吧？人家开着坦克，他又不是跟你骑着马去啊，那不一样。所以说，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在谁？他是希望为了得到他自己的利益而去煽起很多的动乱。他们为什么要煽起很大的动乱呢？因为只有动乱可以让他们能够去得到他们的利益，因为就是有名气的力量去得到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们也同时想到，反正没有人敢来挑战美国，所以是说我这打的叫做顶上战争。就是我自己在我自己国家弄，你们也不敢来，因为我是世界独强。那我们闹完了啊，我得到我要的，那么对不起，你们还是得听我的。哎，这个是他们打了一个算盘。但世界上会不会这么样子配合他？显然是不会的。为什么？我们看到过去的，比如说无论是鄂图曼帝国，无论是大清朝、大明朝，或者是什么那个墨西哥那个什么，就是什么，那这个以前那个什么帝国叫忘记了，反正墨西哥以前的帝国也是一样。好，每个人认为都是说我才是最世界上的一个征服者，所以说我自己闹完了，你们还是要听我讲话。但实际上不是，通常这些国家在内斗过程之中啊，就让国力大幅的消耗，然后到最后帝国的衰弱就是由内斗所开始的。任何一个朝代无出其外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你要告诉我一个国家它充满了团结，然后呢，它还被人家征服的，或者是直接中落的，几乎是有，应该是有，但是老师可能历史不够好。但是我目前所理解的历史知识里面是没有。你包含雅典，雅典啊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雅典它是第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古雅典啊，它为什么还是被人家征服了？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乱嘛。我就要给你，大家全民政治哦，他们是国民就有参政的义务哦，是义务哦，不是你要去投票去投票，你不投票，你把你抓来投票。我们这个古雅典的故事我们以前讲过了，所以你必须要投票，尽你的公民义务，到最后混乱的胡说八道，然后就被征服了，对不对？就像斯巴达也是一样，是不是？很多东西就是当你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意志统一的时候啊，你就会被征服因为外面的人不惯着你。就像小朋友在家里作乱，但是呢，外面的环境不会惯着你啊，父母惯着你，外面社会不惯着你啊。所以包含欧亚集团呐，它里面就做出了一个评论，就是什么呢？2024的美国大选会加速美国的分裂，而川普会挟持全美，就是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贵东老师的意思吗？因为你在野的人啊，你只要不是当政的，你都可以随便讲，你都可以讲一些很狂野的话。就像阿根廷的总统，对不对？他拿一个电锯，他就可以当选。但是当选之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就只能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选上了。那后面他能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想法，然后呢给大家百姓做休克疗法之后，然后国运又起来？没办法，为什么？因为真的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因为他只需要关系他任期里面的事情，任期以外的，对不起，那再说好吗？再说那不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大家都认为是说川普如果当选会造成全世界的地缘政治风险的扩大，包含了川普他不会再援助乌克兰那就说他们的俄乌之战，你可能就在川普手上就画下一个终点。直接让乌克兰去妥协，然后投降，或是说直接把泽连斯基给抓起来，然后把他罢免掉。抓起来不用罢免，抓起来就可以了。你说美国会不会抓起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然后成立新政府？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闻的啦，好不好？这个不是什么新闻的，好不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你川普如果当选了，那全世界都要，从美国以外的国家都要战斗好几下。为什么？因为当你核心的国家不去管事，而且还只利己的时候，那么你给别人的辐射效应跟好处就几乎降为零。那么你以前所签订的拜登所签订的、所承诺的事情，又通通不算数。那这个事情对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影响，但对美国来讲是不是好事？短期之内是好事，因为他不用再去支出这么样的庞大的金额。所以说，川普会不会挟持全美？其实不至于，但是会挟持的舆论，那给未来要去当选的总统，无论是川普或者是拜登或是其他人，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威胁。而这个东西还是有外部的力量去干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是说以色列他就去他的国防部长就说
哎呀，你拜登都没有权力的去支持以色列，去把这些哈马斯，把这个加沙走廊给它全部给变成以色列的一个屯垦区，或是成立一个新政府，对不对？这个拜登你这样不对，但是呢，川普执政就会大不同。各位，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讯号哦，不要以为以色列介入别人国家的内政是别人不会理他，这是会理他的。为什么？因为他就直接暗示在美国的有以色列人或犹太人，你以后给钱给什么，给舆论给什么样的操作，你尽量都去给川普。为什么？川普当上了，我们以色列就可以更加的强大。那至于以后的历史怎么写不重要，我们现在强大，历史就由我们写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历史是胜者写的，所以说无论过去怎么样，反正未来他赢了就好了。这个是很现实啊，这个不要说对或不对，我们不讨论谁会对或错，因为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赢的人写下来而已。所以说，你说以色列你说国防部长讲这些会不会对这些有影响？会，那这个也会给拜登一个警讯，就是说我现在不把你们解决掉了，那以后你们是不是资源的那个特朗普就更多，川普就更多，这也是有问题的。而我们上次谈到了红海这个美国被打了，好像打一个虚格之战，然后呢就被打了，还不敢回击。当然还是有啊，老师也他一定会回击，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当下没有立刻回击，大家就会去说质疑你美国，说美国在这一周里面，他空袭了叙利亚、伊拉克哦。那当然中国也觉得是说你这样打别人不对啊，是不是？他打你红海那个是民兵组织，然后你打的是别人的国家，那这样这个比例原则也不对啊。你要有本事，你把打你的这些海盗。或是那些民兵组织抓出来，那你去炸别人国家正式的单位干什么呢？所以这个里面就发生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也包含了英国跟美国也发动第3轮的联合打击，直接把也门啊，中国称为也门，打了13个地点，36个目标，直接把它精准的打击，是还蛮精准的，毕竟他们有卫星嘛，打的还是蛮精准的东西。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美国它要反击跟不反击之间呢，其实它考量的就不是什么公理跟正义，它要考量就是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好处，所以他才决定要不要去反击。而包含的是说刚才所谈到的川普上台会不会结束这个以色列战争或者俄罗斯战争，这个东西大家就有争执之外，他还有去发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美众议院啊，他在那个援助以色列法案里面啊，也包含了什么？不包含的是说，我们不要再援助台湾跟乌克兰。那这个事情啊，其实众议院当然他这个法案这么去立，但是白宫立场是反对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是说，美国现在就包含众议院现在一个共和党所率领的众议院。就已经产生了什么？美国你应该闭门造车，应该把国门关起来，好好的发展自己。然后哪一天我们在开国门的时候，来惊艳大家一番。因为你没有把这个亏损止住，然后呢回来好好重新的打好基础，那么你以后你也没以后可以发展了。这个事情孰是孰非，这我们看历史去决定。但是闭关锁国的帝国啊，无论它发展再强，最终都会被别人敲开国门。这个无论看日本、看大清朝还是唐朝，任何国家都这样。你就广开国门，然后尽可能的出外去探索，你才能够让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这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这个各位应该很熟悉，欧洲史上面的大航海时代。英国啦、法国啦，还有什么意大利啊那些国家，西班牙还无敌舰队，对不对？他们开放了这个国门，然后尽可能外出去探索，他们所带回来就给欧洲长年度的一个复数。为什么？因为只有通过了更多的贸易、更多的往来，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情报、更多的物资跟更多的想法。你闭关锁国的，通常结果都是被敲开，没有办法去在你的自己觉悟，你自己再强都是没有用的。这个是历史上是这样。你说美国还要打算闭关锁国，然后开始做关税壁垒，然后开始经营好自己这个问题啊，当然他们有全天下最聪明的人去做布局，但是历史上来看是不会成功的。而同样的事情啊，在美国它有一个单位叫做原子科学家公报，它这里面呢也怎么样呢？也在1月27号的时候吧，1月27号的时候，它已经把什么末日时钟来把它停留在午夜前90秒，也就是说呢，90秒之后就要世界末日，好不好？就是世界要打到末日之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认为原子科学家公报里面是认为，这在2024年的天灾战争会不断的蔓延。天灾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预测的，比如说地震这件事情，在今年一定会发生比较大、比较强烈的地震。
哦，这个东西各位听听就好，好吧？这个接下来讲的听听就好。水灾、地震哦，这两个东西天崩地裂，哦，这个事情在2024年的发生重大概率发生是极高的。水灾、地变、好地裂这件事情是发生概率是极高的。哦，这个东西可能各位在今年可以看到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新闻可以会出来，所以说呢，保险你是要去买的。如果像老师这种租房子的我都为房东去买的这个租屋险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白花钱的，但是我还是希望给他补贴一点。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自己是有物业的，请自己一定要买好你的地震险水险、洪水险，还有什么火灾险、什么产险你都要买，因为房子太贵了。说白了你可能买的时候没那么贵，但是现在房子太贵了，不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凹在是说我才一年省个万把块、2、3万块，然后呢我让自己的一辈子的资产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或许现在你经济过得是比较紧巴一点，但是这个产险你还是买一下，因为你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921之前谁会认为会有921呢？921这件事情真的是在很多大楼一夕之间，刚盖的新的大楼、旧的大楼都一样就给你产生了皲裂你可能就你欲哭无泪。但是呢，老师认识的人就有在那个时候，他们足足缴了20年的房贷可能他已经超过20年，但是他足足缴了20年房贷，才把他们赈灾的大楼的贷款还完。而赈灾大楼他们后来有没有得到补偿？后来我们没有联系，但是我知道他缴了20年房贷，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缴了10年的赈灾房贷。921之后的10年，他还在缴房贷，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让自己信用破产了。你信用破产怎么办？你后面怎么办呢？但很多人就觉得不缴了，你去查封吧，你去查封我这个房子吧。查封之后，你信用卡什么贷款你都再也下不来当然，只能变成靠小孩、靠配偶，也是有这个方式去做了。但是呢，如果一般保险就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你就把它做好，这事情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它整个问题是在于它的人为风险人为风险包含说，我们之前谈到它的债务突破了34兆美元之后，他们现在只能够怎么样？这个债务列车只能够失速的发展，因为你的利息已经过高了，你缴出去的债务利息比你1年的国防预算还要来得高。这个事情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挡下来的事情。它怎么挡呢？这个是基本上是很难挡，34兆的事情，你要怎么去挡？这个挡不过来的事情，你只能发行更多的公债来去填补这件事情，然后赶快把高利率的还完，然后把低利率的留下来，那这样才能够勉勉强强的是能够让你的债务不要太去让你政府快速破产。而同样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这样的公债的状况在欧洲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什么呢？欧洲的模范生就包含德国，它里面就有设定一个债务刹车的限制预算的赤字。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在德国你的公共赤字就是公共建设上的赤字你必须限制在 GDP 的0.35%的0.35%。意思就是说呢，我这个东西我不能再举债过多的时候那你的政府就未来为了还债，你会无法运作。所以它公共赤字的限制是在0.35个百分点。那这个东西当然对德国来讲，就变成是说，你很多该做的事情你就不能够去做。因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再去投入任何建设，就会超过这个 GDP 的0.35%，加上他们 GDP 已经是零成长了，但是你通膨增加了，说实际上他们用的钱更少，但是你要做一样的事情，你的钱是更少。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你 GDP 的0.35%，但是你要去看到你的 GDP 如果本身没有上涨，但是你要去买的这些公共建设的一些成本它是上涨的，因为你的原物料成本是高涨的。各位，如果你有买房子，或是你有去做一些贸易，或是做一些工厂，你就知道哪怕你开个店，你都知道很多东西柴米油盐酱醋茶，不是只有台湾涨，也不是只有中国涨，全世界都在涨，涨幅不一样高而已。中国内地涨的是有，但是它涨幅没有像我们其他地方这么高。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必须适用他们的基本法里面的债务刹车。那这个债务刹车对德国本身来讲，那是一个稳定他们自己的最好的方法。但是什么呢？会引起欧洲各国其他的担忧。为什么？因为你的债务刹车一旦停止了，那么代表是说你的这个预算不能花太多，那你怎么来去补贴我们呢？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因为欧洲的很多财政的问题啊，那是由德国出面去解决的。很多事情为什么梅克尔他当时可以解决？我觉得梅克尔他的运气很好，因为他下来的时候是世界经济往下坠的时候，是不是？那他在的时候是经济好的时候，他都没事。你看看，这叫福地福人居。他在位的时候经济好，他下来的时候经济变恶化。那肖兹只是刚刚好，运气不好当了那个总理，但是事实上啊，那个现在的状况是很差的。所以说就变成什么呢？你整个的预算你没法去动，你也很难去补助别人。所以他们为了这个债务刹车的问题啊，不断的协商，包括他们三党之间的红绿灯政府的协商，还有其他欧洲政府的关切。那当然最后当然是他们号称是有惊无险的，这一些的补助案他们还是通过了。比如是说对台积电跟英特尔的补助是不变的。为什么对这两个不变呢？因为这两个跟美国都有关系。讲白了，这个两个跟美国都有关系。台积电不要以为是台湾，台积电那是外商企业，它不是我们本国企业，因为51%以上啊是外资持有的，好吗？嘿，护国神山，那要前提是他们赚钱大部分是国外去赚的，好不好？是很多台湾朋友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你德国预算，他们为什么不能对台积电跟英特尔的补助去先筛减下来呢？不行，为什么？因为是美国公司，美国公司你怎么可以把它筛减下来呢？删减的话，那是不是就对美国不敬，对不对？而且呢，也变成什么呢？也变成大家也在想，是说他们的预算危机，他们是不是就没办法去本来要500亿的钱去援助给乌克兰的钱，你是不是也不援助了？哦，当然，他们后来也是想尽办法哦，把那预算变个名目，从常规预算里面继续拨款给乌克兰。为什么呢？因为幕后黑手说你必须要援助给他，因为我没钱了，你得出钱啊，是不是？总要有人出钱，那不如是你吧，对不对？那是谁？各位心里有数就可以了。那其他部分就很难了，因为你钱都给了一个台积电，给了英特尔，给了乌克兰，那加上你的油料成本上升，那你的债务刹车0.35百个分点，这些东西都是死的，你就变个名目，然后这个8个坛子7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你要动用的那个之前的新冠防疫预算也不行啊，那个其他的党也会觉得有意见。那这个弄来弄去之后呢，就变成是说他们今年能够维稳哦，能够不下坠，那就很厉害了。这就已经很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一叶知秋啊，我们可以从德国的一个状况就看得出来，德国如果它都已经面临到这个成本上升，但是你的 GDP 没有上涨，那将你的钱就开始变薄的状况来讲，那其他国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而其他的，比如说欧洲5国这些国家，就很容易变成了什么快速下坠的经济模式。包含什么东西呢？我们这边要讲的一个特殊地方就是瑞典。为什么要把瑞典拿出来讲呢？为什么？因为瑞典它是一个在世界上是一个幸福的国度，但是呢，在瑞典呢，这个是大家的公平不是老师自己评论它的，好不好？这个瑞典呢，现在大家变成什么？变成人称谋杀之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瑞典我们讲瑞典它是一个很先进的国家，是一个很和平的国家，但是呢，它到了今年跟去年底到今年它是沦为欧洲枪支的谋杀之都。每100万人就有4人死于枪击，这个是英国伦敦的30倍，它是远高于平均1.6人死于枪击。这个每100万人在欧洲是1.6人死于枪击，但是在瑞典每100万人就有4个人死于枪击。所以说呢，这个瑞典的现在整个的治安它是比较差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经济变差了，你黑帮就开始孕育而生。为什么？因为赚什么钱最容易？我们要用那个电影的台词跟各位去讲。你告诉我做什么生意最容易挣钱？挣穷鬼的钱最好挣钱，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赚豪绅的钱？豪绅的钱是要跟他们合作去刮穷鬼的钱，然后4-6分账。他们6，我们4，对不对？他们豪绅是站着把钱挣了，我们呢做其他事情呢，就是跪着把钱给挣了。那么黑帮的孕育而生通常跟经济那是一个非常相辅相成的。你经济不好，黑帮就高；那经济越好，黑帮就越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有钱赚，有能够生活稳定，谁要去冒险生活呢？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当你上班，你就可以获得，你只要上班去麦当劳打工，然后你就可以有大 house，那谁要去住帐篷呢？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
你去那个地方，你去打黑工，对不对？你就可以买别墅，对不对？3个月打工3个月，把餐厅盘下来了，是不是？你都可以这么挣钱了。那谁要去刀口上填血呢？谁要去给那个药公司试药呢？没有人嘛，谁要去外面搭帐篷呢？对，那个每天去体验一下那个野外求生吗？谁愿意去那个收容所去挤呢？谁愿意去领这个救济餐呢？没有。就是因为你不好过，你会做这些事情。当做这些事情你还过不下去的时候，你就会铤而走险。你铤而走险之后，再过不下去呢，你就会玩命，对不对？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一个世界。所以为什么说官逼民反，原因就在这里。当你官让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揭竿而起。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哪一个国家都一样哦。这个就算是过去的朝代跟现代朝代也都是一样，官逼民反，革命跟那些造反都是因为吃不饱饭。没有人吃饱饭去革命的，好吧？吃饱饭革命那真的是没有，好吧？这是傻瓜吃饱饭去革命，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事情，谁要跟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当瑞典已经变成了是说它的一个整个的经济开始下坠的时候啊，那它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去供应给他们百姓的安稳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这些黑帮跟治安的坠落啊，就会变得很快。瑞典都会如此，那么请问其他的国家都能够跟瑞典比吗？我们的欧洲有东欧、西欧、南欧、北欧、中欧，对不对？这么多的一个欧洲国家，德国是首要的，他都遇到一样的问题。英国以前在欧洲也算是一个富庶的国家，他现在遇到什么问题？通膨在10%到8%、7%到10%这样徘徊，这个事情就会很严重。就是说，我的生活的成本不能垫高，但是我的收入我也垫高了，那么我的竞争力就变差了。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亚洲这两个地方，亚洲跟欧美这个地方，你只要谁通膨越高，谁的日子就越难过。那中国它现在用了一带一路，说它通膨有，它输入性通膨也是有，但是没有其他国家这么高。其他国家为什么都想着跟中国合作？因为中国可以不断的有自有的一些原物料，然后跟你们进口你们有的东西，然后做成我可以给你们的东西，这样子我们可以降低通膨，大家日子就可以维持住。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很多事情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办法让大家跟你合作就可以活下去，共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好吗？所以说我们刚才现在看到为什么是说从美国开始看，就是看待是说你整个内斗之后，还有你的政治的不稳定，你会影响到无论是你自己国家或是其他的国家，甚至连包含欧洲的龙头德国也是一样。当你自己不好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不好，那你的不好会不会影响我？所以说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回到我们一开始的南昆生，或是我们的一个永联寺，或是我们的一个保安宫，讲都是一样啊，不用想太多，因为入门各之美，谁肯相为言？你只能过好自己，把自己做踏实了，那才是最实在的，好吗？啊，老师喘口气，我们接下来把最后一段给讲，好吗？啊，感谢大家哈。北韩现在会不会先？那个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啦。其实，我们先过好我们自己啊。我告诉你，两岸就算打起来，那你跟百姓的干系也不会太大了，好吗？感觉不会太大了。好，感谢大家的祝福哈，也祝大家新年快乐。那今天大年初二的归零日，离下一个世代长大，10年后的那个世代长大，大概还需要10年的时间。啊，10年代的才会长大，但是那个年代啊，其实又会重复一下我们这个年代，好，80跟90后年代再次的轮回。这个事情是蛮有趣的，有趣我们再聊聊这个事情吧，好吗？好，没什么问题啊。嘿咻嘿咻，好，感谢 David 好，感谢 David 好，感谢正好跟 David 好，感谢你们赞助，谢谢哈。好，259个人啊，那我们也赶快来点赞点一波吧，现在才110个赞，对不对？我要学郭正亮，大家吹个赞，大家帮忙一下。所以我直播的数少他2个0，不过没关系，我们要努力下去。然后年后老师更新会更加勤快一点哈，因为老师后面的那个题目都已经拟好了哈，那这个所以说加油加油。2024年老师非常努力的哈，老师非常努力的，老师接下来也要考很多试，开很多课。哦，就通过有一些身份嘛，你要怎么样定义自己是一回事，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有动其他人的这个认证来告诉你，你的确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2方面的事情，好吗？
未来的10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中国南方和英国的生活发展，老师觉得哪里更好？你有钱哪里都好，你身上如果100万英镑，你在哪里都好。如果你没100万英镑，那就看你会什么。如果你什么都不会，那你当然，如果你是英国人，你就有他们的社会福利去做。你懂老师意思吗？如果你不是英国人，在英国生活，你很辛苦啦。我说真的啦，你不是英国人，在英国生活很辛苦的啦，那个没有办法去讲，对不对？比如说老师有一些朋友举家他们要移居到那个澳洲跟加拿大那个老同学我说你们现在去真的是，你没看我直播是不是？然后当然朋友没看了，太熟了他说有事问你就好，看你干嘛当然就是这样，越近的他们越不会相信，好吧？正常。这样现在去移民到其他的欧美国家，你除非是当地的国民，你已经有当地的身份了，你再怎么样对那个政府都要照顾你，让你不要那么快死嘛，对不对？但是以发展空间来讲，你要说离开亚洲，然后去到欧美去发展会更好，除非你本来就是高精尖的产业，不然你很难过生活。我还是必须实在告诉你，高精尖就是你是高等的就最比较高层的一些产业，或是尖端产业，或是精致产业高精尖的产业。那你在哪里都很好生活你可能在欧洲，他给的钱会比较多，那你又是那边的公民，所以说你想到的社会福利会比较好。但是就拿老师的一些贵客无论是在澳洲或在纽西兰还是在加拿大的，然后就讲的很简单一件事他们不会让你政府不会让你饿死，但是也不会让你富有。他们跟他上次我在那个新西兰一些朋友，台湾叫纽西兰同学过去已经20年了这前阵子有联系到我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就这样，你富不了，但是你也饿不死他算当地算白领算不错了，因为他高中之后就过去了，所以他在那边拿到了身份，然后在那边做那个系统工程的，他过得还不错，因为他自己开业嘛，台湾人嘛，就喜欢自己开业，说他过得还不错，但是呢，他也说那个没有想办法做一些特殊的账目调整一直很难过，因为课税课得很严重所以说你要第一看你本身是不是高精尖，第二个是说你有当地的身份，你有在哪里的身份，你在哪里过是最好的。我还是一句话，你有哪里的身份，在哪里过最好。你不要想拿一个外国人身份在别人的国家，想赚一大笔钱，这个有点困难了这个是说实在是有点困难，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好吧？这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你不是印度人，你在印度赚很多钱，你有钱你也拿不出来，懂了吗？这很多事情我们以后慢慢去谈。那最后我们来谈一下那个亚洲在2024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个东西我们首先看到是中国跟俄罗斯。中国跟俄罗斯我们最近发现一件事，就是俄罗斯在波兰去查获由中国运出去要去给乌克兰的一些军需品，那导致是说有人在开始炒作，是说让中俄之间会产生裂痕。但是俄罗斯的外长很快就发出来一个声明，就说这边这个东西所查获的这些东西是一般的使用品，一般的一些物资，并不是有攻击性武器，所以说不会影响到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跟友谊。当然，为什么中国运到乌克兰的东西会不会在波兰被查获？这很简单嘛，就是你一定有情报嘛，对不对？然后通知俄罗斯人去查获它，就这么简单。情报战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这么做，你怎么会让这个中俄的关系会产生裂痕呢？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东西被查获，为什么不会影响到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关系呢？因为在2023年中俄去年的贸易额已经怎么样增加了26.3%。达到了2400亿美元以上的增长，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直接说，他达成了2400亿美元，是过去更增加26.3%，这样形容是比较正确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等于是说他们之间的一些往来让俄罗斯理论上他们自己可以获得很大很大的一个贸易的援助。就是说，从这个地方我可以赚到很多关税，那百姓也过得更好。然后无论是他们卖出去给中国的赚了不少钱，而他们从中国所采购过来的东西，给他们自己压力也减少很多。无论是工业制品，或者是汽车，或者是手机这些东西对俄罗斯来讲都是好处。而他们卖出去给中国，当然他们自己很多的，他们买进来当然是自己缺少了。说贸易是这么一回事。无论你的政治纠纷有什么，百姓能够互相往来，你才有钱赚，有钱赚，生活变好了，你才能让你自己的百姓呢可以不要造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
而在这个问题啊，当然在亚洲也不是这么平静的。比如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在日本，日本的岸田文雄啊，就说要继续推动什么对俄罗斯的制裁跟对乌克兰的支持。哎，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一个日本的国家，你跑去干涉欧洲的事务，你说这个事情有不有趣？这当然是非常有趣的。那这个就必须应验得到我们刚才的南坤生讲的，你没事去搞那么远的事情干嘛？你为什么你不做好你自己呢？所以他日本要去制裁俄罗斯，然后还必须跟俄罗斯去买他们的天然气，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他们还有他们还要继续去协商这个他们日本的南千群岛，那也就是俄罗斯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争议领土啊，这个不是争端，你的北方四岛不是一个争端，南千诸岛不是一个争端，为什么？因为俄罗斯表示这个不是争议领土，谁跟你有争议呢？那四个岛本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好，这个是俄罗斯讲的哈，那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梅德韦杰夫他所讲的。哦，你说这个北方四岛，这个南千群岛是争议要解决之后，你还继续制裁我们？抱歉哈，不是哈，这个你们的南千群岛、北方四岛是我们俄罗斯的土地，你不服吗？不服没关系，不然你切腹啊。这个是俄罗斯的外交官讲的，外交部长讲的，不是我讲的哈。我对日本没有这么坏，好不好？哦，这个是他们认为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是说，在波兰那个八个货柜里面是给乌克兰军队的服装啊，这个事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含了俄罗斯的专家也在说，俄中关系持续发展啊，两国存在的互补性。所以说，在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呢，别人想去挑逗他们是比较难的事情，因为贸易依存度提高了，百姓因此有钱了，那么当然他们的合作就会更加的紧密。所以说，之前其他国家，欧美国家想要挑动那个蒙古国来从中作梗，那蒙古国的确也是想着说，我在旁边做个梗，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是你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中间啊，基本上你去做这个梗啊，那任何一边都可以要你的命啊。所以到后面这个事情也无疾而终，就是讲一讲，但是做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做就另外一回事了。而在美国啊，他在卡尔文森号也在巴士海峡的附近里面啊，开始去做巡航，就在那个地方去现身。这个，但是呢，大陆官媒啊，它也福建号，它也让它也秀藏出来是怎么样呢？它有电池的弹射轨道上面的遮挡物已经移除了，代表是说福建号啊，他们已经可以怎么样？可以去针对美国海军的迫近啊，他们航母的一个应对啊。这解放军的福建舰，然后这个等级的未来的这些航空母舰啊，都有很多手段可以去反击，因为他们已经有电磁弹射的能力。我直接给你看，我不担心，而且我已经成熟了，我已经练好了，都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包含了菲律宾啊，菲律宾的问题啊，中国的南部战区也是很强硬，就包含他们开始做练兵啊，解放军也开始去做部署。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俄罗斯它并不会放弃，是说你日本想搞事情，然后我就可以配合。俄罗斯说，我基本上的表示就是说，我虽然两面作战，但是你这一面不算一面，好不好？日本不跟他们讲是无足轻重的，那实质上也是这个样子，因为在日本的这个驻守的美军啊，其实对俄罗斯来讲啊是一个麻烦，但是不是一个很关键的影响，因为整个海域跟它的空域，基本上俄罗斯的强势度是蛮够的，更别说中国的解放军啊，它东部战区啊，在那个地方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日本基本上它发挥作用的状况是比较难的事情。但是问题麻烦就是在什么，在菲律宾这个问题。但是菲律宾这个问题啊，他又发现到一件事情呢，因为中国现在也是因为南海的问题啊，菲律宾的不可控程度太高了。但是呢，中国也为了这个问题啊，开始让5个新旅可能会在2024年会去开始成立。哦，5个新的旅哦，一个旅是很多人的，它那个战力是很强的。而它里面要接收的是什么呢？接受开始是量产型的什么歼20哦，歼20我记得是5代机嘛，它这个歼20啊是一个歼20，它开始量产的时候啊，就变成是说它很容易的去取得在亚洲的制空权，也包含了说它驻扎在南部战区的佛山空军基地。哦，它在佛山空军基地，它这个东西不但你南可以去遏制到南海，你往东你可以在台湾海峡去执行它的迅速的快打任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佛山基地在台湾在它东北的700公里而已，700公里啊，对这个战斗机来讲，那是真的是不用朝发夕致啊，我早上出去，中午之前就会到了。好吗？700公里对他们讲就是这么近，因为他们飞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说早发午至，不用细致，好不好？细还是等半天，不用他早上出去，中午就到了。说真的是要去用到这一步的时候，
解放军它的一个机动性是非常高。我们一直注意到东部战区啊，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中国有5大战区，它又不是只有东部战区，它要动的时候，全部战区都会动。你要往防住的东南西北，你的物资、你的调配、你的内需的运输、弹药，还有一些军饷，你要怎么去运作？其实现在要去遏制中国已经晚了，因为他们内部的高铁真的是建出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你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基本上都有高铁。而且是非常迅速的可以运送这些人员、物资、弹药，所以说他们内部的调配系统是非常完整的，它可以应付到四面各地的一个任何突发的状况，包含印度也是一样。所以印度无论叫出要跟中国去怎么样去解除外交啊，或者是什么解除建交什么的，对中国的影响性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它现在对东南西北中，它都有很快速的打击行动，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歼20的一个量产之后啊，我们就会发现有人就是说，中国它的空军要打负预仗，负预仗就是说呢，我有足够的压倒性的战力去面对来犯我军的一个各种挑战啊，这是对解放军的角色而言啊，不是对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是被打那个，不一样。所以他在部署佛山，而且大量部署佛山的时候啊，这个危险就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它对于南海跟台海之间呢、它会有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压制。而同样的状况之下，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在亚洲地方，未来20变怎么样？第一个就是说，你中国已经可以把他们的沿海地区所有的一些变数因子，它会尽量去把它掌控，甚至不排除今年在台海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年中在520时候，我们的新总统要上任，中国对他一直很感冒，甚至也包含了这次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旅行团的事情啊，台湾就直接说我们不用派你过去那边玩了，你就很明白，就是大家互相关门，你互相关门，你没有单方面释出善意的状况之下。那么你让对方下的决心是更高的，而且 A 克法到现在他们也很确定的，基本上你除了逐步的废除之外，他们不可能有恢复的空间。所以老师一直说，台湾谁当选已经不重要，包含立法院长是谁，我们只能少一点贪污，但是呢，对未来结局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各位你去觉得一件事情。你歼20要量产，他要去部署佛山的基地，他要去做任何的一些物资的一些调配，他会因为你台湾谁当总统，哪怕是陈水扁回来当总统，哪怕是马英九回来当总统，他就不会去量产歼20吗？不会，他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他量产歼20之后，他还在成立5个旅，然后再去把所有的军事部署都会部署出来。他不管你这种总统选上谁啊，有些人说啊，台湾至少还有60%的民意他要考虑。不用考虑60%的多少？才1000多万人，1000多万人，他随便一个省就把你吐口水就把你淹死了。他为什么在乎你1000多万人的想法呢？对不对？梅西一个踢球的，是不是都可以不管香港的几百万人的观感了？是不是？他没差，对不对？那你才1000多万人，谁理你啊？是不是这个董老师的意思嘛？说这个历史它的进度是没办法去调整，台湾不用太好了，是说啊，我们谁当选或者谁去主掌立法院，我们的境遇会不同，你影响的是有限，你只能做好就是管好自己，然后呢，其他的问题别人要去影响你的状况，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了，好吗？好，最后一个我们本来是要讲一下世界的变迁，好，那可能是来不及，然后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看有什么问题，应该是来不及了。后面还有一段还没讲的，没关系哈。梅西事件，我刚刚讲完梅西事件，梅西事件其实太过分了啦，那个梅西事件真的很糟糕。但是因为毕竟是一个足球员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放在大灾问里面，好吗？偷袭珍珠港。好，来感谢啊，感谢秋夏，感谢秋夏，好，感谢好，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感谢 Jeff 倩，感谢 Jeff 倩，好，谢谢。梅西没办法，梅西真的是。我不知道他想什么，反正就这样。那不然的话，其实我也是这样，没有错。北韩到台湾也差不多，北韩的影响对台湾是影响是不大的，因为北韩它针对就日本，北韩的敌人就是日本，他不要想说北韩跟南韩会有开战，可能会有，毕竟他们也有打仗过嘛，也有内战过。但是呢，首要的敌人一定是日本，绝对不会跟台湾有什么关系。他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阿伯纳啊，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在亚洲就是大家仇视他，因为他占领了很多亚洲很多国家。战争嘛，就是哪有不死人的事情，对不对？战争你不要跟我讲哪个地方是王者之师啊，没有啦。我说白了吧，当年你要去打那个对日抗战，难道国民党的军队没有打家劫舍，然后假装自己是共产党或假装自己是日本人吗？你打家劫舍就一定要干这些事情。
难道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就没有发生大饥荒吗？都有的。难道那个共产党他就窃取了我们中国大陆之后，他们就没有大跃进，没有这个那个四个现代化，还是没有那个文革吗？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在拿到权力之后，他就对他人会行使的正义，只有什么？只有是说从历史上来讲，它是一件事件，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评论谁是正义或不正义的事情，包括连梅西也都是一样，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吗？我们后面本来讲到就关于电池的问题哈，还有说阿联酋跟电池，还有其他的刚果这样的问题哈。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可能就来不及跟大家讨论这些，不好意思，今天比较啰嗦一点，好吧？然后那今天大年初二哈，那但是还是感谢各位哦，能够愿意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啊来参加我们的直播，我们还有200多个人呢，也算是可能大家很捧场的，感谢各位，也感谢今天来给老师送红包的啊，Jeff 向，感谢秋夏。啊，感谢 David Wang，感谢郑豪啊，感谢林冠啊，这些好朋友，感谢您康老师红包，感谢。记得初五我们的那个吉门择日啊，记得哈，老师在一开始就已经跟你讲怎么去做了啊，尽量往那个方向去做。没有财神庙没关系啊，你说教堂、清真寺什么都可以，神社什么都可以，然后只要往那边去，然后你抱着你的愿望过去，怎么抱持的，走多少远，我都已经跟你讲了。那超过你可不可以再远一点？可以的，10公里以内，好吧？你不要来个30-40公里或上百公里，那个是有问题的，好吗？太极圈它是有限制的，你本身的气场，这个球这么大，这个气球里面的气就这么多。对不对？你往外吹，你不吹到100公里啊，是不是？这个多大的气球吹多远的气啊？好不好？哪怕你把它压缩的很好，它也就只能吹这么多的气。说不要拉太远，好不好？你10公里以内啊，不要说你走到100公里或是几十公里，不要说讲啊，我这地方很大，没有10公里以外根本就遇不到什么东西啊。对你没遇到东西也没关系，范围之内坐下来喝杯茶，滑手机，待满15分钟，它的条件就满足了，满足了它就会给你好运。就会给你好运，就会让你所怀抱的事情啊，怀抱的愿望，正向的愿望，心想事成。不要去怀抱着我要报仇啊，我要让对方过了，要让对方好看这个想法，不要这样想。你觉得我让对方好看，代表我会成功，对不对？不要，你抱持着恨意的时候，你会让奇门的力量认为你的愿望就是让你越来越恨啊，他就让你产生你会很恨的东西，好吗？那个善恶是人去定的，你怀抱的喜乐跟圆满，跟你那个财富的美梦。那他就认为这是你要的，但是如果你抱持的就是说我要拿这个去欺负谁啊，报仇谁，然后去怎么样去怎么样吐一口气啊，那你伴随着仇恨，那他就让你越来越仇恨，好吧？这个吸引力法则在奇门上面也是可以用的啊，这个要记得哈，不要犯这个错啊！我再三警告你哈，你到时候念头没有不纯净啊，这出歹疾哈，不要说老师害你的，好不好？好，再次感谢各位啊，我们拖了大家5分钟的时间，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祝各位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升官又发财，金榜题名，早生贵子，家庭和乐。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